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会找到这部电影最大的剧情漏洞，而这个漏洞会让哪吒二这部电影的故事、人物、世界观全面崩塌。哪吒二这部电影就是一个东拼西凑、逻辑不通、借着中国文化皮的一部赚快钱的作品。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本质上是资本的狂欢，是一剂透支中国文化、催化病态爱国情绪的强力春药，拿来当成国产电影的骄傲，实在可笑。好的，我们开始。先简单介绍一下电影的主要剧情。敖广用陈塘关所有人的性命威胁哪吒救敖丙，然后被无量仙翁趁机屠城嫁祸龙族，并挑拨其与哪吒的关系。最后真相大白，哪吒一方和龙族同仇敌忾，战胜无量仙翁。要支撑起这个剧情，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就是生命很宝贵，陈塘关的平民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的生命对于哪吒一方来说也十分重要，是有责任去保护的。这个前提非常重要，后面我会反复提到。为什么这么说？我用这张图解释一下。首先，敖广绑架陈塘关平民，用他们的性命来威胁哪吒一方，就是基于这个前提，不然这个威胁就不成立。绑匪不可能用你脚边的一群蚂蚁的生命来勒索你，让你满足他的要求，是不是？所以只有当这个前提成立，敖广才能用如果敖丙死，那么陈塘关所有人都得死这个逻辑当成筹码来要挟哪吒一方。其次再来看无量仙翁，他就是利用了敖丙围困陈塘关的局面，发起屠城，嫁祸龙族，要治他们的罪，挑拨哪吒一方和龙族的关系，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块就是无量仙翁的阴谋。所以无量仙翁的阴谋是建立在敖广围困陈塘关，用平民的生命威胁哪吒这个剧情之上的，换句话说也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段剧情主线当中，这个前提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这么说，陈塘关被屠城本来应该是剧情的一个重要转折，因为这一刻实际上是阴谋被实施，人物关系和动机产生巨变，故事的一个重要的高潮点。陈塘关平民的性命对哪吒一方越宝贵，哪吒一方对平民的责任感越强，那么敖广之前的威胁就越紧迫，之后无量仙翁的阴谋就越令人憎恨，从救人到复仇这个转折就越有张力，而反之这整个故事就越没有说服力。那接下来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电影中有体现出这个前提吗？答案是否定的。电影中除了主角团喊口号，是看不到陈塘关的平民的生命对于哪吒一家有多宝贵的。唯一的刻画大概是李靖去求药，结果感觉申公豹比李靖更爱民，更别说哪吒还安慰敖丙说，你爹虽然围困了陈塘关，但我知道那也是为了你。试想一下，如果是你的家人被绑架了，生死未卜，然后有人背着你安慰绑架你家人的绑匪的儿子，说别怪你爸，他绑架别人也是为了你，你作为当事人是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安慰绑匪儿子的这个人在乎你家人的生命吗？没错，敖广的确可以认为全陈塘关平民的性命没有他儿子重要，但是难道哪吒也是这么认为的吗？如果哪吒真的心系平民，他看到敖丙的情绪应该是复杂的，不会说这么轻飘飘的话。之后陈塘关被屠城，李靖夫妇有拼死保护哪怕一个平民吗？除了几个闪回的画面，哪吒一方还有谁提起陈塘关的平民了？甚至在导演的视角下，连平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有多宝贵，没有一个镜头显示平民对卷入这两家私人恩怨要牵连自己和自己家人生命的看法。直到死，看着滚滚的岩浆，也没有人质疑为什么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生命要为了上层阶级的利益斗争而当炮灰，好像时间到了就该死了，一切理所应当。平民的生命，所有人包括自己都没有当一回事。所以生命很宝贵，陈塘关平民都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的生命对于哪吒一方来说也十分重要，是有责任去保护的，这个前提就不成立了。随之而来的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这条剧情逻辑的崩塌，敖广的威胁就变得无效了，因为被威胁的一方包括人质本身本来就不在乎，而敖广的威胁如果是无效的，那么无量仙翁屠城进行挑拨的阴谋也变得非常滑稽，所有人物的行为动机发生矛盾，直接让这部电影的前2个小时变成废片。而正常来说，屠城的残酷、无量仙翁的邪恶、复仇的爽点，其实都是跟着陈塘关平民的生命的宝贵程度水涨船高的。陈塘关平民的生命越鲜活，越热爱自己的生命，哪吒一方对于平民的责任感越强，双方羁绊越深，观众就越能体会到屠城的残酷，越能共情主角团对于无量仙翁的仇恨，最后的复仇就会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正义感。而现在的电影里，因为缺乏对陈塘关平民的生命的宝贵和哪吒一方对他们生命的责任感的刻画，导致最后哪吒的爆发变成了是因为亲妈祭天，不仅显得陈塘关平民的死毫无价值，或者说所有人的性命都不如他妈对剧情的推动，还在剧情逻辑上产生错位。哪吒复仇的主要动机变成了他妈，要这样的话，一开始敖广就应该绑架哪吒他妈，把陈塘关百姓的性命在这条逻辑链的作用全用他妈来代替。不过这样导演有可能觉得不够史诗，场面不够大，毕竟这部电影画面特效是一个重要的卖点，没有大场面怎么骗观众进电影院呢？
所以这部电影透露出来的其实是导演急功近利的态度，只想着把所有的流行元素往里塞，却连一个简单的故事都说不好。借着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IP， 套上一个华丽的包装，就想着赶紧发行圈钱的电影。看看光线传媒的吃相，票房100多亿，2月初市值不推到了1000亿，然后迅速套现400亿，该不会有人认为钱是进了散户的口袋里吧？用一部电影两头吃，行。资本游戏愿赌服输没什么可说的，但是电影总要合格吧？我就不要求这个电影有什么深度了，但是至少剧情要通顺，人物动机要合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有很多人说哪吒2这部电影算不上优秀，但是至少是中上。就这么一部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剧情逻辑有巨大的硬伤，人物动机就靠强制触发，纯靠堆料的电影能称得上中上？这些人你们还是吃点好的吧。